如果某天你的邻居股长忘记拉窗帘，你会选择好心提醒，还是在一旁强势围观呢？前不久上映的《蜘蛛夫人》成为了爆冷的大烂片，但你也许不知道，其中参演的悉尼妹还主演过这么一部劲爆的电影。皮帕和汤姆斯是一对爱的小夫妻，偶然的一次机会，他们以低价买到了这间高档公寓。正当两人为自己捡了漏而庆祝时，中介却提醒他们，这栋楼都是请师傅算过风水的，不能擅自修改布局，就算是窗帘也不能挂。两夫妻本也觉得奇怪，但想想性价比这么高的房子实在难找，还是爽快地签下了合同。入住当晚，两夫妻正想亲热，突然对面的闪光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原来是远处的邻居正在给女友拍照，没想到拍着拍着，两人就拍到一起去了。皮帕和托马斯都看呆了，这俩人都不怕被人看见吗？再一看其他的住户，也都丝毫没有在意自己的隐私，看来这里的民风实在淳朴，两夫妻也就放心地欣赏了起来。事后，意犹未尽的皮帕欲火焚身，也给自己打扮了起来，穿上性感的睡衣，喷上催情的香水，准备和男友也大战300回合。没想到男友搬家累了一天，倒头就睡，气得皮帕当场阳痿了。第二天清晨，皮帕和闺蜜分享了昨天的所见所闻，没想到闺蜜却习以为常，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寻求刺激，人家说不定还是暴露狂呢，还让皮帕准备好爆米花，架起8倍镜，好好欣赏，不要浪费人家的好意。皮帕表面一笑而过，心里却萌发了奇怪的想法。晚上，皮帕下班回家，看到托马斯在黑板上画上了象征两人爱情的画，欣喜之余，两人又不自觉地看向了对面的邻居。托马斯根据邻居的家居摆设，推测出他们的经济条件一定不错，如果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就好了。两人聊得正起劲，男主人小帅突然吃东西噎住了，而女友小美还在隔壁房戴着耳机享受音乐，丝毫没有察觉到男友的危险。两夫妻看得心急如焚，不停地挥手试图引起小美的注意，可小美依旧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中。托马斯实在等不及了，刚想去对面救人，好在小美终于发现了异常，及时化解了危机，也让这边的两人终于大松了一口气。深夜里，皮帕想起了白天闺蜜的话，久久无法入睡。她来到客厅喝了杯水，碰巧看到小帅正在跟小美挥手告别。看小美的行李，大概是要出远门了。看着小帅健壮的身体，皮帕只觉得浑身燥热，一种莫名的感觉从下体袭来。他似乎迷上了这个男人，巴不得零距离的欣赏他。正巧这天下班，皮帕在路边的杂货店看见了一个8倍镜，他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，架起了小帅。托马斯以为皮帕只是一时调皮，也没有阻止他，反而和他一起偷窥起来。这一看可不得了，小帅竟是个顶级渣男，居然借着拍照的理由忽悠妹子为艺术献身。献着献着，两人又鼓起了掌，这架势给皮帕看得欲火焚身。趁着这个刺激劲，他也让男友提枪上马，可还没撑过1分钟，男友就缴枪投降了。皮帕心里虽然意犹未尽，但也不忍心埋怨男友，可一看到小帅还在继续输出，心里的落差一下子就大了起来。隔天，夫妻俩和朋友聚会时又聊起了这件事，众人都感叹小美被戴绿帽实在可怜，这也勾起了皮帕的八卦心。I just wish we could hear what they were saying to each other. 朋友一听，当场回想起了托马斯的光荣事迹，说他大学里为了了解女神的想法，就在人家宿舍里装了激光窃听器。皮帕一听就来了劲，一回家就求着托马斯也给对面装个窃听器。托马斯连忙给他解释道，窃听器的原理是分析反射回来的激光，且不说窃听本身就是违法的事，光是要实现激光的反射，就得在邻居家里装一面小镜子，还得确保不被他们发现，这根本难如登天。正当托马斯劝他放弃时，皮帕却突然发现小帅似乎正在筹备化妆舞会，他灵机一动，舞会上谁也认不出谁，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混进去。两人一拍即合，乔装打扮后混进了舞会。谁知一进门，皮帕就被小帅掳走了。两人本以为偷窥的是溜了线，没想到小帅只是想给两人拍照留念而已。两人就这样成功蒙混过关，偷偷在小帅家安装了一面小镜子。回到家中，两人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窃听器的部署。在皮帕的指挥下，托马斯成功地将激光对准了镜子，可折射回来的光线却不太好找。托马斯正犯难时，皮帕竟毫不犹豫地擦掉了象征两人爱情的画，用粉尘找到了折射回来的光线。托马斯看着自己画被擦，不由得发出了叹息。他此时并不知道，这也暗示着两人的感情将会面临危机。经过一番调整，音响成功传来了小帅家的声音。没想到一接通，就听见小美和小帅正在吵架。
原来就在刚刚的化妆舞会上，小美亲眼看到小帅和一个女人进了浴室，可小帅非但不承认，反而指责小美疑心太重，说着说着就动起手来，甚至还摔碎了小美的眼镜。第二天，琵琶还在为昨天的事抑郁不安，猛然发现小美竟来到了自己的诊所买眼镜，他只能强装镇定招待小美。没想到两人非常聊得来，就好像久别重逢的老友一般。琵琶热心地为他推荐了适合的眼镜。临走前，小美还主动要了琵琶的电话，约好周末去水疗中心做个大保健。与此同时，正在家中搓碟的托马斯发现，小帅又在利用摄影师的身份诱骗女生。不想惹麻烦的托马斯决定当作没看见，可下班回来的琵琶却异常兴奋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小美的好朋友，有义务向她揭穿小帅出轨的事。看着琵琶似乎越陷越深，托马斯很是无奈，他规劝琵琶不要插足他人的家事，不然两人违法偷窥的事情早晚都会暴露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可琵琶一点也听不进去，坚称自己这是正义之举，气得托马斯摔门而去。这也是小两口第一次吵架。没想到琵琶依旧一意孤行，继续收集小帅出轨的证据。周末，琵琶和小美如约见面，两人坦诚相待，诉说各自的秘密。小美说自己以前是个模特，而丈夫小帅是一位著名的摄影师，两人因工作而结识。怎料小帅在心理和肉体上都很有手段，自己总是被迫变成弱势的一方，对他古怪的脾气无可奈何。说着说着，小美的眼神哀伤了起来。同情心泛滥的琵琶暗下决心，一定要帮他脱离苦海。从此，琵琶变本加厉地偷窥小帅，想要找出他出轨的确凿证据。可奈何小帅实在太迷人，琵琶甚至开始幻想自己加入小帅银趴的情形。直到这一天，琵琶终于捕捉到小帅在乱搞之后，将小气球丢进了浴室的垃圾桶。这下证据有了，又该怎么告诉小美还不暴露自己呢？琵琶回想起小美曾说过，她家有一台传真机，于是琵琶趁着小帅熟睡，一通操作后成功连上了他的传真机，用匿名信的方式向他告了密。小美往浴室的垃圾桶里看，果真有小帅用过的小气球。正在此时，托马斯刚好回来，看到琵琶丝毫没听自己的劝告，多管闲事，他异常生气。可琵琶一心只想着对面的情况，根本不想理会托马斯。在看向对面时，竟发现小美拿起了杀猪刀，想要捅死熟睡中的小帅。托马斯当场慌了神，正想要报警，却被琵琶阻止。他巴不得小帅这个渣男赶紧死。好在小美最终还是收了手，没有犯下杀人的罪行。托马斯眼见妻子差点搞出一条人命，气愤地摔掉8倍镜，转身离去。第二天一早，冷静下来的琵琶向托马斯认了错，保证自己再也不会去偷窥别人，也不会再和小美多说一句话了。就在两人相拥和好时，琵琶竟发现小美居然自杀了。悲剧还是发生了，托马斯当场情绪崩溃，指责琵琶害死了小美。无比失望的托马斯最终决定离开，不管琵琶如何哀求，也挽回不了托马斯的心，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分手。心灰意冷的琵琶并没有因此幡然醒悟，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捡起了8倍镜继续偷窥小帅。或许是没有了托马斯的约束，琵琶的想法变得更加大胆了，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来到了小帅身边，安慰起了失去妻子的他。这天晚上，琵琶看见小帅走向了楼下的酒吧，按捺不住的他斗胆跟了过去，坐在一旁悄悄偷看小帅。但如此近距离的目光很快就被小帅发现，没想到小帅再次渣男心发作，看到琵琶的美貌，竟主动上来搭讪。小帅确实有两下子，几句话就把琵琶迷得神魂颠倒，不知不觉的就跟着来到了小帅家中，又像对待之前的其他女生一样为他拍起了照。早就见识过这一切的琵琶深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了，可他最终还是选择顺从了内心的欲望。接下来的片段堪称全片的精华，我这边就不剧透了。与此同时，冷静下来的托马斯拿着鲜花回来向琵琶道歉，可他并没有看见琵琶，他喝了一口冰箱里的蔬菜汁，发现味道不对，于是随手倒进了窗外的喂鸟器里。好巧不巧，正好看见了琵琶居然正在和小帅自由搏击，自己的头上瞬间就跟蔬菜汁一样绿了。翌日清晨，奋战了一整晚的琵琶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的家里，先是看见了地上的鲜花，紧接着看见了在天花板上荡秋千的托马斯。丈夫的死让琵琶难以接受，对面的小帅也在此时失去了踪影，无处宣泄的琵琶也只能整天以泪洗面。几周后，琵琶偶然得知了小帅即将举办摄影展，他特地精心打扮，想趁机跟小帅再续前缘。一见到小帅，琵琶难耐心中的喜悦，
可小帅却对他的到来非常意外。正当琵琶觉得奇怪之时，之前自杀的小美竟然活生生地站上了舞台，还跟小帅热情深吻。还没等琵琶弄清是怎么回事，小美紧接着说出了本次展会的主题 It's a tragic tale of a sweet young woman named Pippa. 话音刚落，琵琶的裸照就出现在大众面前。更令琵琶震惊的是，随着小美的讲述，自己和托马斯的照片也被一展示。原来琵琶住的公寓是小帅名下的财产，当初不让两人装窗帘，就是为了方便监视两人。琵琶万万没想到，自己从一开始才是被偷窥的那个人。曾经的猎人沦为了猎物，甚至还因此失去了自己的挚爱。悲痛万分的琵琶狼狈地逃离展会，此刻的他只想永远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就在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了喂鸟器中托马斯死前倒的蔬菜汁，再一看满地小鸟的尸体，他惊恐地看向对面，小美正得意地向自己招手。琵琶不由得怀疑起来，托马斯的死可能另有隐情。不久后，小帅展览大获成功，他也因此名声大噪。这天回到家，发现门口放着一瓶美术馆送来的红酒，得意洋洋的两夫妻当即痛饮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传真机突然启动，弹出来的纸上赫然写着托马斯不是自杀而亡的。两人心头一颤，立刻四处观望，果然在对面的楼顶发现了琵琶，便马上前去追赶。他们一路追着琵琶到了他的眼科诊所，将他堵在了死角。这时琵琶说出了自己的猜想，一定是小美在托马斯的蔬菜汁里下了毒，趁他昏死过去的时候伪造了他上吊自杀的假象。小帅知道他拿不出证据，立刻摆起了嘴脸。正得意之时，小美突然晕倒在地。原来那瓶红酒是琵琶送的，他在里面放了安眠药。琵琶愤怒地捏起了小帅的脸，对他抛下狠话 Take one final look, because it's the last thing you're ever gonna see. 随后他将两人拖到手术台上，用高温的激光不停照射他们的眼球。不久后，琵琶的房间又搬来了新租户，他们和琵琶当初一样看向了小帅的房间，但与之前不同的是，两人的眼球都变得浑浊不堪，显然他们已经看不到任何东西了。两人无助地依偎在一起，而此刻琵琶正在楼顶看着这一切，放下了那个引发这一切悲剧的八倍镜，故自离去了。纵观全片，似乎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唯独相对还有正义之心的托马斯，不幸地成为了这场闹剧的牺牲者。四人都为自己偷窥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正所谓，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请点赞、订阅支持一下。这里是北仑讲电影，我们下部电影再见。